这烧得非常旺。8月1日，四川成都多名网友在龙泉驿某公司门口看到2台电动车自燃了，跟比赛一样，看谁烧得更旺。事后有媒体报道，白色电动车为赛力斯 SF5， 是第一批华为遥遥领先的智选车型，就是智慧的选择车型。另外一辆是蔚来汽车。有目击者表示，遥遥领先的赛力斯先自燃的，停在那里突然着火，然后引燃了旁边的蔚来汽车。从视频可以看出，最后的结果竞争也是很激烈，蔚来汽车的火苗更高。2台车燃烧的火焰颜色一致，综合来看，蔚来汽车更加的遥遥领先，燃烧的更充分，真的是沾了华为的光，赢了一次。等消防赶来的时候，赛力斯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了车架，算是完成了救赎。蔚来汽车还剩下半边，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救。等消防灭火之后，突然来了几个黑衣人，用黑色的车衣盖在了赛力斯的车身上，防止泄漏独家专利技术。这应该是中国汽车厂商的传统技能，小米也是每次都盖好车衣拉走。不过个人认为小米的车衣更好看，一般为白色。如果再加上200万的小米 LOGO 就更好了。赛力斯官方对此事做出回应称，盖黑布是救援的一种，为了保护用户的隐私。如果有后续也不方便反馈。但是有更大的事情，比如说车主没了，会公布的，敬请期待。当然也没什么好期待的，国内还没有一家车企详细公布过自燃起火的原因。不过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它这个黑色的车衣是准备的真好，刚好遮住，不像是临时找的，应该是随时准备着，随时去给车企遮丑。这种现代版的掩耳盗铃行为真的有够奇葩了。当然更奇葩的还要算红旗汽车独家电池自动脱落技术，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不愧为中国高端汽车品牌的骄傲。从视频可以看出，电池自动脱落之后，在马路中间尽情的燃烧，并且伴随着爆炸声。这应该是防止有人偷走，先烧干净再说。烧完了就没用了，变成了渣渣。但是该说不说的，即便是国产高端品牌，你也不能在大马路上放烟花呀，罚款2000。这台红旗就好一点，只是有点小生气，冒了点烟，问题不大，也只是安静地停放在停车位。即使最后自燃了，应该也影响不大。影响有点大的是这里，在7月28日，广东江门保利天汇。凌晨的时候，一辆新能源车自燃了，只剩下现在看到的车架。这里就发生了很诡异的事情，事发凌晨3点多，4点左右消防就灭火了。但是物业公司4点多在火灾灭完之后通知全员撤离。这里的操作就看不懂了，是怕2次自燃点燃整个车库吗？有居民就表示影响他睡觉，灭完火了再通知撤离。这操作也是满满的爱。当时有居民还发现现场的消防检测卡是8月1日的，也就是这张检测卡穿越了。当天才7月28日。物业方面表示无可奉告。在自燃方面，日本车企也有过。但是比如丰田因为车辆存在起火风险，就召回了16万辆汽车，召回了部分汉兰达和雷克萨斯 RX。 在中国车辆自燃只能是消费者自认倒霉，谁都没想过有起火风险厂家是可以召回的。要我说还是中国车企领先，统一不召回，都是让车主自己克服，就算有问题，那也是车主自己操作不当。这种合作共赢的精神真的很宝贵。但是也要注意，随处可见的街头电车自燃虽然很好看，在拍影片发朋友圈的时候，记得给消防员加上美颜，不然有可能警察会找到你，亲自给你的手机来一个大记忆消失术。新能源车一着火，有抠标的，有盖布的，有围挡的，就是没有人把自燃原因透露的。而恰恰买新能源车的车主们最希望知道的就是新能源为什么会着。我们专家都说了，新能源车有自燃率，但是每个品牌的厂家从来没有说过他的车是因为什么着的，让我们误以为新能源车的自燃率就是0。
而且更搞笑的是，专家会跟你说，油车的自燃率要高于新能源车。专家，我问您一个问题，新能源车车龄平均几年呀？油车的车龄平均几年呀？我想问您一下，同样6年以内的新能源车跟油车的自燃率是多少？谁能解答我这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一个问题，新能源车着火，扑都扑不灭，完了现在又给你出一个插电混，电池配一个大油箱，一旦电池自燃或者是磕碰起火，在扑不灭的情况下，车后边再配一个大油箱，有一点我是肯定的，这个车会烧得很彻底。我们有没有新能源车企先率先跳出来，敢承认自己家的车自燃过，是什么原因自燃的？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我们要怎么改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把字典搬回来。有些事儿可以蒙一时，但是蒙不了一世。他在选择你产品的时候，第一次可能是因为省油、省钱、好开。当他第二次在选择的时候，他考虑的肯定不是这些。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口碑的崩塌。不信你们看吧。比亚迪已经把自燃从字典里面拿走了，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了，怎么可能搬得回来？再说了，比亚迪在中国可不是一般的车企，连警察都敢骂，甚至上手袭警，最后警察还要帮忙掩盖事实。有时候现实真的比电影还要魔幻。一个比亚迪车主的车出现了问题，去4S店维权，然后不给解决，车主往车上贴东西来维权，被工作人员回复：他妈这边车给他砸的！哎，我现在报警，动我东西，来，警察在这儿，他撕我车上的东西。你们没有权利撕人车上东西。后来这工作人员狂妄到什么地步啊？辱骂帽子叔叔，打帽子叔叔，被帽子叔叔给弄警车上去了。不要干动手！大警察呢？起来！我拘你！拘他，必须！不幸的是，这个维权车主的视频账号就被某一股神秘力量，他们这个是最能干了，干的是最漂亮的了，是吧？直接就给他看图啊，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解决问题本身比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更简单。不仅如此，比亚迪汽车在售后保养方面更是一绝，把中国人坑中国人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网友就发视频表示，我的天，比亚迪这个3包凭证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买车谁告诉你整车质保是6年15万公里，对吧？结果你打开看一下，还有什么4年的、3年的、1年的，甚至6个月的。6个月的这个倒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都是一损件啊，这些东西都很便宜，比如说空调滤芯啥的，4年的这个吧。当时我也知道，因为他告诉我了，全车灯序只有4年，但是3年的这个我是真不清楚啊。你看哈，它这个多媒体系统，包括这个充电口总成，这2个东西如果坏了，修的话是很贵的，而且它俩是每天都会用到的，修的话都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000到5000块钱左右。你原车只给了3年的质保，有点太短了吧？难怪很多车友去买它俩的延保呢，原来嘿，套路在这儿呢。后老悔了，这是什么玩意儿？2年之后底盘就不行了。当初也是不听家人劝告，买了国产参 CS5 Plus， 认为这车外观挺漂亮的，也是国产的一个大牌车，就买了。那么我给大家看一看它的底盘2年后发生了什么吧。由于怕大家误会所以我一镜到底啊，没有剪辑。看看这个底盘，前麦弗逊后面多连杆的悬架，已经满满的都是锈了。为什么别人的车子没什么事儿啊？我的车子就这样了呢？有人说冬天融雪剂的事儿，有人说是沿海城市，我这车东北不是沿海城市。那融雪剂就算是融雪剂，那么别人的车没事，为什么我的车就这样呢？同样的都是底盘悬架，对不对？别人的腐蚀，我的腐蚀，别人的应该腐蚀，为什么别人的悬架没事？看看两边的羊角子、摆臂、拉杆，2年多的车就已经锈成这个样子了。虽然这底盘从后面往前看很工整很平整，为什么能锈成这样呢？我就纳闷，就一台车我不开，你搁这放2年多，它也不能锈成这个样子吧，对不对嘛？给大家看看，我没有切换啊，一镜到底，免得大家误会。车的发动机动力开的是不错的， 1.5T 的发动机，油耗也可以，7个多油8卡，能接受，没有任何问题。车子开的底盘啊，隔音器那动力都没有任何问题，外观很漂亮。为什么偏偏这个底盘弄成了这个样子？有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应该是偶然事件，有点大惊小怪了。能开能上路不就行了？
真是事多，没事看别人车的底裤，真的太猥琐了。而且有些网友也是非常喜欢给国产车挑刺，就像下面这个车主。笑死了，还特意发个视频，这种独有的机械感，别的车企还没有呢，只有国产车可能有这样的待遇。看看下面这位小米 SU7 的车主，车嘣的一声冲进了中间的隔离带，还能比手势拍照纪念，根本没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刹不住也没事。要是上面那位估计要拍成连续剧，在网上循环播放了，这太影响品牌形象了。国产车刚刚崛起啊，拍多了小心你耗没了。哦，对了，今天还有事，华为的遥遥领先改了，余承东在现场改的，没法比的。但是在这种机械素质方面，我们远远超越了，超越了不止一代的。改成远远超越，并且表示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正直的人、不说假话的人，那你只要一开 M9 就会说这是一款好车。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没有说华为问界 M9 是一款好车，那么你就是一个不诚实、不正直、说假话的人了。这道德绑架来得太快了，我都没反应过来。如是在网上就有很多人开喷。有网友就表示，如果只是单纯的吹牛，大家还可以一笑而过，但是道德绑架就有点让人恶心了。大家记不记得那件皇帝的新衣？骗子说只有正直高尚的人才可以看到这件华美的衣服，因此所有的大臣歧视百姓，每一个人都不敢说实话，或者怕被丢官，或者怕被说成愚蠢。当他光着身子在全城百姓面前走过时，一个小孩惊呼道：可他什么也没有穿呢。当然了，这种不要脸的行为，如果华为是卧龙的话，另外一个红旗就是凤雏了。红旗 HQ9， 当时在提车的时候呢，4S店的总监呢，跟我们说了他们一个红旗厂家的二手车保值计划的回购的一个政策。对，当时承诺的价格是35万6千多，这个价格回购，回购的要求是，就是我使用超过6个月，不满1年。他这个保值回购也没有什么诚意呀，6个月的车，不到1年的车，亏了12万多啊！对，就是我满6个月以后了，想就把车这个享受这个政策，但是他就给不了我了。5月份的时候，我跟他谈了，我说你能不能提前回购？他说，哎呦，不好意思，现在我们回购的话呢，当时有个+1的政策，你要买一辆新车。然后你又买了一个吗？没有买。哦，还好你没买，没完没了了。现在你想让他保值回购的时候，他不让你回购了，是吗？他不能够以35万6这个价格回购，他当时给我说只能给我26万，26万，那我肯定不同意。亏一半，半年亏一半。他跟我讲说是红旗厂家政策有变。红旗厂家变了之后就可以把前面的推翻吗？您就告诉我，现在他的保值回购需要有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当中你有没有不满足的？每条都满足。那就让他给你换嘛，你当时签了合同了是吧？他把那个厂家的回购的协议的原件，以及在当时我说你把盖章的给到我，他说这是因为由4S店签署的，盖章的版本是不能给到我们的。然后呢就有一系列的一个聊天的一个记录我看到了叫做红旗+1二手车保值计划书。对，你享受了这个政策，应该是35万回购的，他不给你回购了，对吗？他不给我回购了。对，你兑现不了的承诺，你不要承诺给别人。而且我再说一遍，别人可以这么干，你红旗不可以。你什么要求跟我讲？现在我就是希望厂家或者4S店，然后呢履行他的这个承诺。不是，我们有合同，你们有政策，我就按照你政策来。对，我就是这个话。我说哪怕你的协议里面哪一条你欺骗了我，你要告诉我是哪一条，我没看懂，我看明白，你只要符合，哪怕我是真实在被骗了，你告诉我哪一点被骗了。汪先生您人真好啊。汪先生你哪家店是？合肥银旗。来，喂，你好，合肥银旗 4S 店吗？您这边是有什么问题？您这样的，您把那个客户的号码给我，然后我这边核实一下是哪个销售顾问卖给他的。您这边那个销售顾问这边去跟进这个问题。可以的，没问题的。红旗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你好，主持人8855号。你们有没有红旗+1的保值回购的政策呀？是有这个政策的。回购的金额你们现在是多少钱啊？关于那个智联麒麟版
板？我们这边没有直接标注这个价格，是按照协议里边的这个内容来进行执行的。你们厂家是没有直接规定金额是吗？是有相关的政策规定，但是需要按照协议的内容来执行。前年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有红旗 H9 半年原值回购，当时我就跟你们讲了，我说承诺可以不做，做了就要兑现。当时你们怎么都不愿意给那位车主原值回购，那个车主没有任何违约。我以为这样的事情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没想到到了今年你们又来一趟，还是给人家一个政策，给了人家一个保障，然后说翻脸就翻脸，白说呀。现在消费者甚至说出了你合同当中有隐藏条款，指出来给我都认。汪先生啊，有人联系您处理这个问题吗？我打了大概有半个月，但是作为厂商呢和4S店方呢是没有人给我回任何电话的。8855号听到了吗？你们系统当中所标注的正在处理其实是没有处理。我相信买了你们红旗加一或者享受红旗加一的客户绝对不止他一个人，还会有更多的车主享受了这个政策。无非你们的小心思就是没有人会傻到半年就换车嘛，跟去年的原值回购一模一样的套路。你觉得没有人会开半年就把这车换掉，没想到还真遇着了，遇着你还真不给人家享受啊！哇，红旗这不是一回两回了，朋友们。为什么车企都这么搞的时候，你说的话没人信了，汽车行业将失去信誉，现在已经不太有信誉了，开个发布会胡说八道。现在好了，出政策都敢改呀！真是心思细腻，设计精巧，买个车堪比9981难。中国车企的各种套路真的把国人坑惨了，这还是要点脸的红旗都能干出来这样的事，真的拿法律擦屁股了。后续会继续更新，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麻烦点赞转发，感谢您的订阅。